其实啊，很多的房东都像我朋友一样有这样的困扰，就是房子呢，随着一年一年越来越陈旧，从新房子变成了中古屋，那它条件就没有原本那么好，所以呢，它的收益呢逐年的下降，然后也吸引不了优质的房客。其实现在有越来越多的房东，他想要就是缔造一个双赢的局面，他希望自己的房子可以变得更漂亮，可以回春，然后同时也可以把好的生活品质提供给房客，让房客住得很舒服。于是有这样的机会，就是我们受朋友之邀来把这一间已经有16、17年这个屋龄的老透天，一个专门出租用的出租宅，然后打造成一个新的样貌，变成现在最流行的一个微侘级风。那我们现在就来看看我们用哪一些步骤，简单的来把它改造。Let's go。第一呢，就是断舍离。因为呢，其实现在房子就是很贵啊，寸土寸金的。那如果你把你的房子的有限的空间用来住，放那一些你自己看的不喜欢，然后又没有办法跟就是又用不上的一些家具，其实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。所以我们可以断舍离做一件事情，假设这个家具可以被改变一个风格，跟你融入，可以改造它，融入你现在要的风格。第二，不然就是把它送给亲朋好友，这也是一个分享啊。所以第一个很重要的是断舍离一下，先把一些空间给清出来。第二就是风格大师墙壁。因为呢，现在的人啊，就是你知道生活压力比较大，工作比较繁忙，所以我们很希望我们的这个室友回来的时候呢，他是有一种比较放松的感觉，比较沉静的感觉，所以我们就选用了像是清水磨灰这样子的材质。那这一次我们的选材是用这个热土灰泥。然后因为热土灰泥它在工序上面还有成本上面是相对比较便宜的，所以我们就选用了它。原本呢只是想要在主墙，就是电视墙那边、萤幕墙那边做一面，可是因为涂上去以后觉得实在太美了，所以就不断的蔓延，变成有3道墙。那结果没想到有了这3道墙以后，其实整个进来的那个空间的沉浸感非常的就是沉浸感十足，就会进来以后就觉得有一种很放松的感觉。然后其实这边原本是一道谷仓门，然后因为那个谷仓门啊上面已经有小朋友涂鸦的痕迹了，然后我们本来想说要用油漆把它漆上去盖过，但是后来呢 Eric 就想到一个非常棒的 idea， 就是把它换成这样子的长虹玻璃门。那它可以，第一个是它可以比较通透一点。其实我们的室友啊，都是从旁边的这个楼梯上下嘛，那这样子大家就可以看到，谁回来了，谁在客厅，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机会比较多。那同时呢，它也可以补足，像在楼梯其实光线比较不足，那客厅的光就可以很大量的进到那个楼梯那边去，其实是一个很棒的设计。对，那但是呢，我们那时候在做这个长虹玻璃门的时候啊，我们就去仿价，我发现哇塞，好贵哦！一道门这样大小的门，我去问了，大概都要2万块起跳。那个小资如我就想说，我去淘淘看吧，我就去淘宝试着把它淘回来，结果成功嘞，实验成功，成就解锁。我从淘宝淘回来这么大的玻璃门，本来呢是要2万多块，但是呢，我从淘宝淘回来多少钱呢？如果你想知道，你留言，我私讯你。第3就是地板。天天都可以碰得到，很值得投资的一项装潢，也就是地板。原本它的地板啊是白色死硬砖，然后就是白色冰冰，就感觉比较冰冷一点。我那时候就想啊，其实我们希望这个回来的氛围是比较温暖的，所以我们就把它改用了这种塑胶木纹地板。还有一个很棒的优点，你知道是什么吗？就是因为这社会会有很多租客住在这里啊，然后其实大家就是
你知道白色石英砖有一个缺点，就是它随便一根头发掉在上面，你都看得一清二楚，非常不耐脏。那这样的木纹地板呢，就非常的耐脏，就不会看起来觉得家里地面非常的脏乱，而且它非常耐操，又不怕水，不怕潮湿，不怕虫，也不怕就是也不怕，也不用担心像那个原木的一样很容易就敲坏。然后最重要的是，其实它底下可以铺一层底料，就是一个黑色的底料，可以保护原本的石英砖。到时候房东如果要把地板再换的话，其实是不会，它原本的那个石英砖的样貌是不会被改变，还是一样可以用的。有没有棒棒？第四就是光的魔法师窗帘。原本呢，这个房子它在这一面墙啊，只有1/4的一个半腰窗，小小的窗。然后，但是因为你知道我是向日葵，我非常喜欢阳光，我很喜欢大量的把阳光引进来，所以呢，我就透过把窗帘整个做大，会第一个造成一个视觉感，就觉得我这边有很多窗的一种视觉。再来呢，我还做了一个跳脱框架的事情，就是这边。在传统的透天啊，其实这边是一道门，然后呢，我把这窗帘的这个范围延伸到这里，所以在白天的时候啊，你在家也可以把这样子的木门打开，然后让这外面的光可以透进来，让家里的这个光线可以 double 变2倍，然后这个窗帘也可以顾及到隐私性，这样子是不是很棒？跳脱框架。还有第5个重点，家具宜简不宜繁。因为我们这一次要营造的是侘寂风嘛，所以呢，我们就要让它有一个极简的感受。那第一，我们只放了沙发、茶几跟大的长桌，然后投影布幕，让整个空间的功能性兼具。然后其他收纳呢？你会想说，那收纳怎么办？我个人的这个理念是，因为只要有人住在里面以后啊，就很难保持整齐，或者是颜色很漂亮单一，总是会有一些花花绿绿的东西出现。所以我的概念就是把所有收纳就收集在同一区，以后东西都是去那边拿，去那边放，然后如果要乱的话，也只有乱那个角落。那其他地方呢，你就可以看到就是都干干净净的，都没有什么杂物，因为根本没地方放杂物，杂物都在一区杂物的家。那这也是一个很棒的一个设计方法，会让你的家看起来永远都整整齐齐的。有没有很聪明？至于这房子的其他区域，例如我们怎么样让厨房回春，然后呢，第二怎么样去打造男孩最爱的车库，我们都会在其他集跟大家好好介绍。那我相信呢，其实每个房子、每个格局都有，还有每个主人都有他喜欢的生活方式。我们希望呢，可以透过这样子简单易懂又系统化的一个介绍，让大家都可以把这一些居家的妙方复制贴上在你自己的家中。我们频道呢是专门教大家可以用小小的预算、简单的步骤改善我们的居家环境的。小时候写功课的时候，或者是长大要写企划啊、要写文案的时候啊，就必须要去星巴克，不然就是没有灵感，在家就是完全没灵感。我以前都会跟我妈说，妈没办法，因为我的文昌君不在家，在星巴克。然后长大以后发现啊，其实居家环境改变一下，我发现我再也不用去星巴克写稿了，我可以在家写稿，而且我甚至更喜欢在家。我发现啊，其实居家环境对人的影响是非常大的。其实大部分的人啊，在家里的时间是非常长的，它是我们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。可是可能因为凌乱啊、缺乏规划啊，所以房子越住越小，越住越乱。你可能听到这里就会觉得很无奈，想说我也知道啊，可是我觉得整理起来，第一个没有头绪，第二个觉得是一个大工程，第三觉得可能要重新花一大笔钱。我明白。其实呢，我懂你的心情，因为我以前啊也是一个外出的人，我也在外面租过房子啊。虽然房子是房东的，可是生活是我的呀，所以我就真的就去跟房东争取说，我可不可以帮你把房子稍微整理一下？然后呢，我就用很少的钱，然后很简单的方式把我那个
很简单丑丑的套房，然后变成一个很舒服舒适的地方。然后也因为有这样子的一个起点，我发现我印证了一句话：当我们好好的去对待生活，生活也会好好的对待我们。就因为这个套房改造的起点，那我的一位同事他就见证了整个过程啊。他原本想说，天哪，这个什么地方能住吗？这么可怕。然后到后来看到我把它布置好以后，他发现哇塞，这地方好温馨哦，然后常来我家玩啊，来这边聚会啊，来下棋之类的。那他就有一天就跟我说，同学，我觉得你在居家布置这方面还蛮有一点美感，然后蛮有巧思的，我们要不要一起来合作？做一个共生宅，于是呢，我们就开始了一个第一间的共生宅别墅的改造，就是你之前看到那一集小时光的改造。那也因为这样的开始呢，第一个我的生活环境就提升了嘛，第二个我居然就意外的去遇见了我的另外一个专长所好，就是居家布置这一块，它也成为我的事业。当我好好的对待生活，生活也会好好对待我。当然，我们很多朋友就看到我们的共生宅。就有一个朋友啊，他就一个房东啊，他就说，我家有一间老透天，你帮我来诊断看看可以怎么办好不好？于是呢，我们就接触了这一间房子，我们叫它木星。我们呢正在规划一套有系统化的课程，要来帮助无论你是居家的小白，或者是没有任何美感的新手，都可以学到一套有系统化的方式。来自己改善自己的居家环境，大幅的提升居家的品质，让你自己也可以轻松的拥有舒适的居家生活哟。所以如果你是下列的3种人，第一，你是首购族，已经把所有的预算都拿去付头期款，没有太多的钱可以装潢，这个适合你。第二，假设呢你已经在外面租屋很久了，现在看到了这个讯息，觉得我终于可以帮我自己的家人打造一个舒适的环境了，这个也适合你。或者是第三，你住在这个房子已经很久了，是时候断舍离的时候了，你想要做一点改变，它也适合你。如果你是以上3种情况，或者是你一样有这样同样很强烈的渴望，想要透过居家生活环境的改变来翻转自己的生活，让自己未来的生活越来越顺利，越来越美好，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同时也在下面留言，好事降临，翻转生活。我们将提供给您一次1对1免费的咨询机会，针对您的居家情况给您具体的建议去改善它。名额非常的有限，所以如果你也想要改变环境，翻转你生活的话，请在下面留言，还有订阅我们的频道咯。